过来，过来。狐狸走了。狐狸坐的要离他远一点。狐狸，他都给你亮肚子了，你都不敢过去啊？狐狸过来，过来。自从格林在狐狸面前展示了他的猎杀本性，狐狸就再也不敢招惹格林了。真的是狼性，改不了。就要不敢吃。六亲不认。他的伙食比我和狐狸都好。狐狸啊，吃狗粮的，格林顿顿吃肉啊。狼行千里吃肉啊，那没办法了。格林会成长为食肉猛兽，可是狼并非六亲不认。过来，格林过来。在他的眼里，我们就是亲人，他都会表达对我的热情和依恋，我们也更加疼爱这个狼孩子。格林乖，走吧，走回家。Bison's feet. The prairie dog. You might easily overlook the prairie dog until it opens its mouth. It's a little animal with a big voice. A team of scientists believe this noise is in fact a very complex language, which is remarkable. 哎呀，是我电脑啊！这花样是作死啊，格林。他不会是一只哈士奇吧？尽管没有真正的狼父狼母教导他，然而，格林似乎从未忘记他是掠食动物。公寓成了格林的狩猎场。电线不准摇，不准，格林。哎呀，拆家呀！哎呦，好痛哦！头给我砸了个包。这小子太害了，你得管管他了。我管得了吗？我的命运对狼来说只是个建议，一片狼藉，他跟什么都能打一架。幸亏不是电源线，破坏之王，你功力见长啊你！电线不需要，听见没？你会把自己玩死的，格林。他听得懂吗？那他一下就老实了。这招还是跟狐狸学的。狐狸以前在他的牛奶里面放辣椒，从那以后那个碗他都不敢碰。哎，行了，不作不死。
还是狗的招管用，知识点呢，是吧，狐狸？格林的学习方式不仅来源于他的经历，还有他的好奇心。他从小还喜欢看电视，特别是关于动物的节目。它们是伊比利亚狼，欧洲境内血统最纯正、数量最庞大的种群。他最喜欢看电视，狼拥有电视呢也是他唯一能够看见同类的地方。2个月里，他很认真地看了几十部关于狼的纪录片。他是一个接受现代多媒体教育的狼。一峰说啊，他就差不会上网了。今天的课程是如何捕鱼。通过这种并不巧妙但却行之有效的技巧，维科在池塘里制造出了巨大的混乱，迫使鲑鱼游动。他以狼的一贯风格追捕着鲑鱼，等待它们犯错误。就像鹿一样，其中一条鱼肯定会游错方向，然后被狼抓住。他真的看得懂吗？我试过一下。嘿家伙！看现场的，现场。吃完喽。他还在看有没有，因为那个盆子底下有个图案，你看见没？有点像里面还有东西。他确实把电视里的技能学以致用了，而且呢，他还并不满足于盆子里的猎物，他会举一反三。那是道硬菜，你搞不定的。狼天生多疑而警惕，在格林的眼里，电梯就像一个捕兽笼，而他的狼妈正在步入陷阱。还向威伊发出表示危险的警告。后来格林明白了，电梯对威伊无害，他就不再哀嚎，但他仍旧固执地坚持不进电梯。格林有自己的方法。格林，快点，走了走了。对野生动物而言，在城市当中，自由是极其有限的。为了确保外出的安全，从格林很小的时候，威伊就尝试给他套上肩带。但是事与愿违，格林咬断了无数根肩带，还经常抢了绳索直接扔掉。好了。嘿，我那400多块钱呢。直到格林2个月大，他依然坚决抗拒像狗一样被人牵着走，哪怕磨破爪子和肚子，也要反抗到底。
上街必须拴绳子啊！这城市里的规矩就是这样，要不然不能带你出来了。你听话吗？这小子犟得很。家不是他的长久之计，这样下去肯定会出问题的。那怎么办？一只狼不能总是生活在公寓里。2个月里，我求助了很多家野生动物保护机构，希望他们能够收容格林，但是都没有回应。这时，唯一曾经求助过的国外狼保护区来信愿意接受格林，考虑再三，唯一婉拒了。格林越长大越孤单，只能从光影中找寻着本应属于狼的悲欢离合。他的师傅已经死了。洛伯轻轻推着师傅，好像要叫醒他。他多么希望师傅能像每天那样起来，带着他踏上新的征程。但是维伊克再也不会醒来了。他教给洛伯的最后一课就是勇敢。快关窗户！唯一不敢再带格林下楼了，他将格林的活动范围严格控制在公寓楼顶的天台。这里虽不能亲近大地，却可以望见天空。在没有任何娱乐的楼顶，唯一尽量不让格林感觉孤独。他和他比赛跑步，他和他比赛捉迷藏。他和他比赛抢骨头。比赛的成绩基本是这样：赛跑我没赢过，捉迷藏他没输过，抢骨头我想平分，他不干。他是天生的猎食者，但是实在没有用武之地。格林成了一匹蜗居城市的宅狼。他的师傅已经死了。洛伯轻轻推着师傅，好像要叫醒他，但是维伊克再也不会醒来了。
不要让他看悲情戏。最后一刻就是勇敢。一会儿到了晚上又鬼哭狼嚎的，换台。哦。给我。给我，乖嘛！看完大结局还你。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：全省粮食高产田建设的一部分。别咬我嘛！你叫就叫嘛！你激动什么嘛？激动你咬我，拿我2013年的。哎呀，这28上要的，你看看过来常年按2季来算，腰上面占到我们全省粮食播种面积的没有种吧？从总产来说，占到全省粮食总产量的5%。对全力推进粮食高产田建设，山东财政对通过验收的地块每亩奖励30元，同时把各市粮食总产量和高产创建纳入综合考核体系，市长、县长甚至乡长都要负责。山东省将以高产示范田建设为抓手。不久以后，他们又有了新的游戏——藏肉。藏肉绝非仅仅是好玩的游戏，对狼而言，它和猎食一样重要。刚开始，格林藏肉的手段并不高明，在这个挖不了洞、刨不了坑的水泥楼顶，要让他完美的藏好一块肉，确实太难为他了。我也找到你的肉了，再换一个地方。想好藏在哪儿？看他叼到哪去。他的藏肉每一次都会被唯一发现，但是格林总有层出不穷的伎俩。平时，唯一找格林的藏肉，他绝对是要跟前跟后，显得非常紧张。但这次，这小家伙怎么这么淡定？让开，让开！哎呀，他把人藏在屁股底下。啊？俗话说，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。小小的格林竟然玩起了这灯下黑的诡计。啊，这边有没有？那边我也没找到哎。这小子狡猾得很，饿他2天，让他自己找。连续2天没给他食物，格林终于意识到，再不启用存粮，明天就要饿得走不动了。第3天，唯一带他上楼。一开始，格林带着唯一兜圈子，躲躲藏藏绕了几10圈。当格林终于感觉甩掉了唯一的跟踪后，才警惕地从一个雨水管道口逃出了他的村粮。在格林看来，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藏食点，远比这块肉的意义更为重要。狼是储存食物的专家，脱离狼群成长的格林却无师自通地懂得这一点。你有没有试过站在高楼顶上俯瞰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？当雾霾为城市盖了一层晚纱，我觉得没有任何地方比城市的高楼顶更加荒凉。草原和城市是2种不同的荒凉。原始的荒凉蕴含着生机与生命活力，现代化的荒凉背后却是荒芜。没有建不成的荒城，只有回不去的荒原。
随着格林慢慢长大，一些属于狼之天性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。有的本领生来就沉睡在格林的基因里，等待被唤醒的一天。然而，在这高楼林立的城市里，这些天性也可能一辈子会沉睡下去。和野外的狼相比，它算过着肉足饭饱的舒适生活。可是，它最渴望的还是外面的自由天地。下不了庭院的格林，每天眼巴巴盼望的就是上天台。这小小天台虽说荒凉，却是小格林的乐园。哦吼，不让进了。然而，没过几天，格林在城市里的最后一块自由乐土也失手了。就他，就是他，说到你了。上街了，朝那边跑。繁华都市里，一匹野狼上街了。那边。受到惊吓的格林窜上了主车道，造成了交通阻塞。一直到晚上，他们才找到了围困在马路边绿化带中的格林。可怜的小狼，它本应属于荒野，却困在这钢筋混凝土的森林中，迷失在灯火阑珊处。好悬哦，差点被碾死，想想都后怕。这个狼的天性呢，它是好自由的，它肯定是不甘心被关在家里，它肯定还会再跑。我把它看紧点。它越来越野了，你看得住吗？这不是狗跑掉那么简单，城市大街上一匹狼来了，击毙！谁啊？有人来了，你把他抱进去。刚才是那个物业的，他们说问我们是不是养了狼狗，他说新的禁狗令下来了，禁养这种大型犬，咋整？他们是挨家挨户养狗的都在问的。这格林很可爱的，能不能给他再打扮萌一点，让人不害怕？其实这样子应该像狗吧，哈。这是一只土狗，应该。狐狸不是有套装备吗？这样肯定不行的，就算把它的毛都剃光了，它也是骗落了。他们说这一次新的禁狗令还挺严的，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。那怎么办？似乎最好的去处就只有是动物园。那就要关他一辈子了。但至少他能活着，
还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吗？长大了，尾巴都这么大了。然后早上，出门的时候，然后他就掉眼泪。从小到大，我都觉得动物园里应该有动物，动物也应该去动物园。可是我从来就没有细想过，它们是从哪儿来的，它们在这儿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凭什么圈禁它们？它们本来应该属于哪儿？格林乖，妈妈先进去看一下，你在车里等我，听话啊，听话。那边。这边。好好。老虎打架了！哎呀，这几天耍流氓！哎，来来。耍流氓！他们在耍，跟他们在耍游戏。走那边。狼来了，狼来了！人家跑过去跑过来了。不要焦虑，难怪这一坨都不长草，这一坨冲不起来，都到头了。假如玻璃的那一面是格林，这就是他以后的生活吗？我们回家。对呀，就是说我们发现他爱看电视，那就准备了很多纪录片。哎，他还真看。他不但看的认识了这个同类，看得津津有味的。其实就是那个，他看了电视以后，不但学会了抓鱼，他还学会了嚎叫。哎，我还会叫，原来这是我的声音，哦，每天晚上给你嚎2声，他也很得意。这第一次我们听到他真正的狼嚎，这是第一次，这一下就不可收拾了。3更半夜的，孤单的来一嗓子，哦，当时恨不得把他的嘴捂住，但是不敢。你也捂不住。他捂不住，他是孤单了嘛。那自从学会抓鱼，学会了嚎叫，新的问题就来了。他意识到了，学会了自己本应该发生的事情，甚至他孤单的时候他就好了，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来了，吓得我们3更半夜起来陪他，他就不叫了。哎，结果他就又发现问题了。哎，这一招很管用，我老子要出去玩，你不让出去，我嗷一嚎一嗓子。好吧，我带你出去，上楼顶上。养狼比养狗复杂。那么送到动物园，好像我们就是说尽到了一份责任，把它救活了，也给它一个合法的身份一样。但是到了动物园才发现，他在里面根本就没有身份，他就是一个囚徒。囚徒，对。那救活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？城市不能带，得另想办法。城市没有狼在的地方。养动物是一种责任，当你接受了这一个生命的时候，你就一定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，你要对它负责到底。而这一个承诺可能长达10年甚至更久。格林作为一个另类，他到我家，小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，每天都是麻烦。他也不光是大家眼中看到的那么可爱那么萌，不光是欢乐的一面，也有很多淘气的。他是一个私家能手，
比如说，我的拖鞋没有一双是好的，我的雨伞总是被它撕成碎块，我经常回家都能看到一片狼藉。我想这个词儿就是这么来的吧。然后有一次回到家，看见到处乱七八糟，而且我还找不着它，床底下、沙发底下到处找遍了，我都找不着格林，到底藏哪儿了？结果一抬头，它在冰箱的顶上，我都不知道它怎么上去的。狼不像狗，你可以教它在一个定点的地方乖乖的，它不，它就是要到处去标记它的领地，它绝对不会听你的。狼的味道比狗浓烈太多了。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就拖出水管来冲地板洗地，后来这个地板就受潮了，中间拱起来很高的一块，结果小狼又开发了新的娱乐项目，溜滑梯。狐狸是一个非常讲究的狗，洗澡然后剪毛，因为长得像狐狸，所以我们就省事儿，就直接叫它狐狸。它是一只博美犬，它讲究到什么程度呢？它出门都要洒香水的，只要我把香水往空中一喷，落到地上，它马上到面前那片地来打滚，它非常讲究的。它呢也是非常黏我的，就是随便我到哪儿去，它总要抢门，就要一定要跟着我走。但是那一天呢，因为狐狸它刚刚洗完澡，浑身雪白雪白的，我也给它喷了香水，我就不想把它弄得太脏，所以就让狐狸留在家里面了。然后我们就只带了格林走，然后我们带着格林出去郊外玩了大半天，回来以后，狐狸已经气胀了。方向错了，他在这儿，你赶紧搬下去。就是他。这么好的肉，比狗比那我告诉你啊，一会儿小狼出来吃了这块肉骨头，那是你自找的哈，我可是先喂你一套，吐出来了。你绝食，你给我绝，我看你绝得了多久？先欢迎你。不是标准，是你自己不吃的，你看。妈妈下来。你安慰安慰他吗？我在安慰。狐狸最乖了啊！你是香狗。狐狸是最香的狗，就是那个狼最臭哈，小臭狼哈，老是惹你，高兴点了。最喜欢狐狸了，喜欢狐狸好多好多年了，对吧？狐狸和格林是打打闹闹的发小，从小的玩伴。很多网友也很喜欢狐狸，但是自从格林来了之后，确实狐狸受了不少委屈。狐狸去世的那一年，有一个网友给我留言，他说：“告诉格林，狐狸走了。”2014年8月12日凌晨，心脏衰竭，呼吸衰竭，他气儿都喘不过来了，但是他执意地爬到柜子的下面，不让我看见。他伤心难过，留给他自己。挺想他的。8月12号凌晨2点58，我们再也没有狐狸了。多乖的一条狗，陪我10年时间，再也没有了。狐狸，下辈子我们还要在一起。
也是分离的开始。日暮会迎来散场，昙花会终将绽放。盛开那刻是消失的开始，遗憾堆砌成莫忘。想念会有声音吗？呼喊换来再见吗？分离的那刻也是遇见的开始。日暮会迎来散场，昙花会终将绽放。消失那刻是重生的开始，重返最初